在我爸眼里，我媽是十里八鄉出了名的笨蛋美人。她不會做飯，不會算賬，甚至連火都生不着。大家都說她是繡花枕頭，直到我爸想要離婚另娶，我媽笑眯眯地說：“這是用我嫁妝買的，搬走。那個也是嫁妝買的，搬走。”這哪是笨蛋，精得很，屋頂上連塊瓦都不剩了。Let's go.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, feel like it's gonna be a bad day. Yeah, I'm tired of shit, and the coffee ain't hit yet, damn, ain't that great. I don't wanna go to work, cause my boss is a jerk, and I'm not even that paid.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, cause I don't feel alive, and there'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.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, I'm about to quit my job, cash in for a ticket. I'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't plan to visit. I'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'm winning,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. I need a big change,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. I need a big swing, home runs I'm hitting, and I'll never look back,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. And we 睡覺。小孩子睡迷糊了，瞎叫。沈晚秋，今天趁着人齐，我把话挑明了。你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废物，根本比不上翠萍貼心。我養你18年，養夠了，娶你是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兒。明天，咱倆把婚離了。行啊，明天簽字的時候，你可千萬別後悔。沈晚秋，趕緊把字簽了。晚秋姐，你別怪建業哥，你這樣的女人確實配不上他。他現在是幹部，需要的是能幫扶他的人，不是拖累。這50塊錢你拿着，就當我們可憐你，讓你回城裡有個路費。我媽媽的一根頭髮絲都比你全身值錢，拿走！蘇小滿，你個沒教養的野丫頭！我沒教養，我爸有媳婦兒你還往上貼，大過年的堵上門來搶人。林翠萍，你管這叫有教養？街上討飯的都比你懂規矩。反了你了！你敢动我妹妹一根手指頭試試？小滿，別急，看媽的。看什麼看？我告訴你，這家裡的一針一線都是我掙的，你別想帶走一根毛。行，離。不過建業，你剛才說什麼？一針一線都是你掙的？廢話，你嫁過來這些年掙過1分錢嗎？各位叔伯嬸子，給我做個見證，這是我當年下鄉帶來的嫁妝賬。1968年買堂屋8仙桌一張，我出錢12塊。1970年翻修房頂買瓦3000片，我出錢46塊。沒錯，當年那張8仙桌是從村東李家買的，過錢時我正好在場作證。你胡說！你哪來的錢？我嫁妝裡的錢。你當年偷拿我1000塊。去疏通關係當副廠長，我可都記着賬呢。啥？蘇建業的官是拿媳婦嫁妝買的？虧他還天天罵人家是廢物。建業哥，他說的是真的。你不是說你的位子是你自己一步一步幹上來的？翠萍，你聽我說，他胡編的。1978年3月初6，蘇建業拿走我陪嫁的1000塊，說去縣裡辦事。半個月後，他當上了副廠長。這張字據是他自己按的手印兒，上頭寫着借款1000元，日後必還。建業，8年了，你還過1分錢嗎？沈晚秋，你少在這顛倒黑白，離婚協議你簽了，現在就走。長安，叫人。晚秋妹子，從哪兒開始？先搬家具，鍋碗瓢盆一個不留，門板卸了，窗框拆了，還有房上的瓦、地上的磚，都是我的，全給我搬走。你瘋了！建業，你不是說了嗎？我的一針一線你不稀罕，那我的一磚一瓦你也別想占，動手！是，都給我住手！爸，讓讓。讓什麼讓？這是我家！蘇副廠長下豬圈視察工作了。建業哥，沈晚秋，咱倆沒完！
柜子不能搬，我的东西还在里头。放下，放我下来！苏副厂长，抓完喽！哎呦！你们不能搬，这是打砸抢！我要去公社告你们！林翠萍，你告啊，顺便跟公社说说，你一个没过门的，凭啥管我妈的嫁妆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连没过门都算不上，你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！你胡说！我跟建业哥是光明正大的。光明正大，你俩怎么不等离了婚再处？厂里人早传遍了，你俩私底下勾勾搭搭半年了。王哥，瓦片轻点接，别接碎了，3000片，1片都不能少。下来，都给我下来！接了瓦，我晚上住哪儿？爸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不是有翠萍姐吗？去她家住啊。这边轻点啊！那个刚走茅房别磕了。建业，你身上的黑棉袄和衬衫，去年供销社买的，6块7，我出的钱。腰上这条牛皮带2块2，也是我出的钱，脱了。你做梦！大冬天的，你想冻死我？那你把钱還我，襯衫皮帶加上棉袄，一共8塊9，沒錢就脫。我就不脫，你能怎麼樣？喲，這大衣料子不錯。翠萍啊，建業買給你的吧？他上個月的工資還在我這兒記着賬呢，回頭我一併去廠裡要。這下好了，副廠長披女人衣裳了，活該，誰讓他對不住原配？蘇副廠長，新衣裳真俊吶，紅的，喜慶。沈晚秋，你別得意，你把家拆了，你們娘仨也沒地方住，今晚你們就得凍死在街頭。還有蘇長安，明天我就讓廠裡開除他，我讓你們全家去要飯。建業，你再看看，你現在占的這塊地是誰的？1967年立的老地契，這處宅基地，買主的名字，白紙黑字，沈晚秋。當年我下鄉，拿我爹留的一根金條，從老支書手裡買下這塊地，蓋了這3間房，手續齊全，公社檔案裡都有底。建業，你入贅一樣住了我18年的房，住我的地，睡我的床，吃我買的鍋裡的飯，還天天罵我是廢物，你哪來的臉啊？我的老天爺，這房這地都是晚秋的，那蘇建業算個啥？吃軟飯的呀，吃了18年軟飯，還把碗砸了。我說呢，當年蘇家窮得叮當響，怎麼突然蓋起大瓦房了？合着全是晚秋的錢。蘇建業，做人不能沒良心。你今天這事兒辦的，全村人都看在眼裡。地契是你的又怎樣？房是我住的，我就不走。你有本事把我抬出去。行啊，小滿，去村部給鎮執法所搖個電話。蘇建業，這宅基地登記在沈橋同志名下。趙所長，我是服裝廠副廠長，我跟你們孫指導熟。你們已經簽了離婚協議，你現在屬於非法侵占他人財產，限你立刻離開。法律面前，誰的面子都不好使。你拋棄髮妻侵占財產，這事兒要是捅到廠黨委，你這副廠長還當得穩嗎？蘇建業，我最後說一遍，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們就依法代離了。好，我走。沈晚秋，你等着，這事兒沒完。別拉我，丟死人了！你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，還當什麼副廠長？晚秋啊，出了這口氣是痛快，可這大冷天的，你們娘仨住哪兒啊？要不先來嬸子家集集？嬸子，不用，我們有地方去。長安、小滿，推車跟媽回家。媽，咱們真有地方住。你外公當年在鎮上置辦過一處院子，記在我名下，一直鎖着。3進的大院，青磚到頂，比蘇家那3間破房強100倍。媽，這院子空了這麼多年，怎麼一點沒破？鎮上的劉嬤是你外公的老夥計，
這些年一直是他幫着看院子，我每年托人给他烧钱。妈，你还藏了多少家底儿？不多，够收拾苏建业和姓林的，来回收拾10趟。你外公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女人手里得永遠攥着一條自己的退路。我攥了18年，今天用上了。進來吧，從今天起，這是咱們的家。至於蘇建業和林翠萍，好戲才剛開場。妈，我被開除了。車間主任說，副廠長發話了，說我思想有問題，還說整個鎮子誰敢用咱們家的人，就是跟他過不去。喲，一家子都在呢，住的挺好啊。不過长安丟了工作，小滿明年的學費，你們拿什麼交？晚秋姐，胳膊擰不過大腿，你們服個軟，建牙哥心一軟，說不定還讓長安回廠裡掃地呢。說完了就走，我們家的地不歡迎你們。沈晚秋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！沒有我點頭，你們娘仨在這鎮上喝西北風都喝不上熱乎的。行，我等着喝。長安，送客。媽，怎麼辦啊？哥的工作真沒了，他還放話不讓人雇咱們。長安，套車，跟媽去趟縣城。晚秋，真是你，你可算來了。顧叔，來看看您，順便求您個事兒。跟我還說什麼求？你外公對我有傳義之恩，進來再說。什麼事兒？你說吧。我兒子蘇長安手上有力氣，人踏實，在鎮服裝廠當學徒，昨天被人使壞開除了。您看他這塊料能不能要？小子，那台織機的主軸，你給我卸下來看看。好小子，有力氣還有眼力。這主軸卡了3天，廠裡2個老師傅都沒敢硬拆，你一眼就找準了毛口。別當普通學徒了，我今天就收你為關門弟子。師傅，叫得好，2級工，1個月42.5塊。顧師傅收徒了，這小伙子什麼來頭？一進門就是2級工。什麼來頭？他是沈晚秋的兒子。當年沈家在滬上，那是紡織行當裡數得上號的世家，人家指頭縫裡露點手藝，夠你們學一輩子。建業哥，你不是說要斷了他們的活路嗎？現在人家踩到你頭上了。胡說！县大廠是他能進的？顧長林能看上一個學徒？哼！蘇副廠長，縣長那邊來電話了，讓咱們把蘇長的檔案馬上轉過去。手續是顧副親自打的招呼，定的2級工，比您的行政級別還高半級。2級工比我高半級。喲，晚秋姐來了，大家快看，參賽名單上有晚秋姐呢，我替你報的名，你可別怪我。沈晚秋，那個連火都生不着的，他也敢上台比刺繡。沈晚秋，今天我讓你在全鎮人面前出醜，讓大家都看看蘇繼業為什麼不要你。翠萍啊，謝謝你替我報名，回頭我得了獎，分你1朵大紅花。參賽的9位婦女同志，各就各位。翠萍這手藝可以啊，不愧是服裝廠出來的。翠萍，好樣的！他是不是不會踩縫紉機啊？拿個繡袍子當繡花枕頭呢？沈晚秋，你就別丟人現眼了。那是什麼繡法？他2隻手怎麼跟看不清似的？我數着呢，他一口氣換了7種顏色的線，愣是沒停過針。雙面繡，我的老天爺是雙面繡，2面還不一樣，這是人繡的。鳳凰，大鳳凰，真好看。
双面异色异样绣，这是失传的沪上沈氏针法。同志，你师承何人？家传的，随便绣绣。随便绣绣，这手艺省里都找不出第二个，特等奖。我做主，特等奖就是他了。不可能，你就是个乡下女人，你肯定是提前做了手脚呀！双面异样绣，当着全场几百双眼睛，10分鐘成活。做手脚，你来做一個我看看。翠萍，說好的大紅花送你了，帶着它好好想想，你們搶走的那個男人，當年到底是誰瞎了眼？媽，那個老教授臨走前拉着我問了半天，問咱們家接不接私活，說省裡有筆大生意。不急，魚得讓它自己咬鈎。媽，什麼魚？一條又蠢又貪的魚，它馬上就要來偷餌了。廢物，全是廢物！外貿的大單子壓了半個月，30套設計圖，人家外商一張都看不上。下個月交不出樣衣，10萬塊的單子就飛了。你這個管盛產的副廠長是幹什麼吃的？自從上回病倒，我在廠裡的腰桿就沒直起來過。這個單子是最後的救命稻草，辦成了官復原事兒，辦砸了，副廠長就當到頭了。完了，全鎮會畫圖的都找遍了，沒一個能入外商的眼。建業哥，有一個人能畫，沈晚秋啊！你瘋了？求他？我這張臉還要不要了？再說了，她一個鄉下婆娘，會畫什麼外貿圖？你忘了表彰大會那首雙面繡了？能繡出那種活的人，畫個圖算什麼？我表姨在他們條巷子住，說這幾天天天看見沈晚雪在院裡支着桌子畫圖。省城教授隔三差五登門求他，說是求他給省裡畫什麼外貿設計。我還打聽到了，他畫好的圖就放在東廂房桌上，晚上都不收。你是說，他能給省裡畫，憑什麼不能給咱們廠畫？你半夜去拿一張，神不知鬼不覺，到時候功勞是你的。他敢聲張，誰信一個鄉下婆娘能畫外貿圖？那院裡不是有鵝嗎？聽說兇得很。我表姨說了，鵝圈在後院，晚上拿柵欄關着，你從東牆進，挨不着。行，就這麼幹。等這單子成了，我官復原職，第一個收拾的就是他們娘仨。翠萍說的對，東牆進，挨不着鵝。就是他了，翠萍說的對，東牆進，挨不着鵝。圖拿到手，我就是廠裡的大功臣。沈晚秋啊，沈晚秋，你的圖就是我的圖，等我官復原職，看我怎麼收拾你們娘仨。媽，他真偷，我現在就出去逮他。逮什麼？人家好不容易來一趟，讓他拿走。媽，那圖您畫了3個晚上呢。3個晚上畫一張廢圖，值。那張圖樣子好看，可肩線比例我故意抬了1寸半，繡龍尺寸改小了2分，照着它做出來的衣裳，掛在架子上體面，人一穿，左肩吊，右袖緊，後背擰成麻花。媽，那外商驗貨的時候，睡覺，好戲還得等些日子，讓他們先把升官發財的美夢做圓乎嘍。同志們，這批圖紙是我蘇建業半個月不眠不休、嘔心瀝血設計的，外商看了圖，當場排版，加訂到2萬件。我宣布，全廠加班加點，大幹1個月。建業啊，是我以前看走眼了，這單子辦成，我親自去縣裡給你請功。先生您看，這做工
这料子。先生说，让再换10个人试。先生说，肩线比例全错，袖笼尺寸全错，2万件全是废品，合同作废，按约定，贵厂賠償10倍违约金。你呕心沥血，你把厂子的血都放干了，说，图纸到底哪来的？厂长，我冤枉，图是沈晚秋画的，是他故意画错图害咱们厂，他这是打击报复，咱们去找他算账。沈晚秋，你画残图坑害集体财产，今天必須給個說法。蘇建業，你說圖是我畫的，我什麼時候給過你圖？你就是畫了，他跟我離婚懷恨在心，故意害廠子。小滿，把東西拿來。你的圖就是我的圖。各位街坊都听见了，半個月前半夜，蘇建業翻牆進我家偷走畫稿。他偷了去冒功領賞，做砸了反倒賴到我媽頭上。偷竊他人成果，冒功欺騙組織。蘇建業，從今天起你的副廠長撤了。廠裡的虧空你給我賠，賣房賣地砸鍋賣鐵也得賠。林廠長慢着，出主意讓他來偷的可不止他一個人。翠萍，你說是不是啊？翠萍說的對，東牆進。翠萍，這主意是你出的，回家！你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西！媽，你聽說沒？蘇建業現在住廠裡看大門的棚子。這才哪兒到哪兒，欠債還錢，只是開胃菜。天殺的喲！他害了我兒哦！我兒丟了官，賠了錢，連房都要被收走了喲！沈晚秋，你嫁進蘇家18年，我們白養你18年。如今建業落難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白養？我媽嫁過來，你們收了多少嫁妝？自己心裡沒數嗎？呸！小丫頭騙子，娶媳婦收嫁妝天經地義，進了蘇家門，錢就是蘇家的錢。就是，嫂子，識相點把錢交出來，要不然今天這事沒完。今天你不拿500塊錢出來，給建業還債，我老婆子就死在你家門口，讓全鎮人看看你逼死婆婆。嫂子，要不先讓我們進去搬點東西抵債。媽，您先別忙着死，死之前咱們把賬算清楚。小滿，去，把咱家的賬房先生們請出來。哎呦！纺織交流大會還要評傳世名作。哦，還有個怪事兒，林翠萍這幾天天天往縣城舊貨市場鑽，花大價錢從一個收古衣的販子手裡買走了一個樟木箱子。樟木箱子多大？什麼樣式？這麼長，黃銅鎖扣，腳上包着銅皮，戶上大戶人家的旗袍，樟木箱，銅鎖扣。好啊，我找了他18年，
沒想到是林翠萍替我找回來了。沈晚霄，给我開門！喲，蘇大門衛，今天不看大門，跑我家門口站崗來了？哼！沈晚秋呢？讓他出來聽着。告訴你們個好消息，下個月全省紡織交流大會，翠萍手裡得了一件傳世寶物旗袍，沪上沈家的東西。說，我听着呢。县里文物贩子都长過眼了，翠萍花大價錢請老師傅連夜裝裱，省里領導都要到場。他把寶貝一獻，省城的幹事位子就穩了。到時候收拾你們娘兒仨，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。那件旗袍，墨綠底，金線滾邊，樟木箱裝着，对吧？你怎麼知道？蘇建業，回去帶句話給林翠萍，那件旗袍，讓她務必、一定、千萬帶去省城。當着全省領導風風光光的獻上去，我祝你們登高跌重。媽，他們拿的可是沈家的旗袍，萬一真讓林翠萍攀上省里關係……放心，30年前，沪上沈家給你們太婆婆做壽，我15歲練手繡了件墨綠旗袍，领口盘口打錯結節，內襯用了取巧的一線穿。你們外公罰我在內襯繡了個秋字，那是個廢品，加便時流散了。媽，那咱們趕緊想辦法去省城。兹敦前沈苑秋同志以特邀嘉賓身份蒞臨大會，評審傳世工藝組。上回表彰大會的老教授把雙面繡帶回省城，紡織學會猜到了我的來歷，現在不去不行了。各位領導，各位同行，這件沈氏旗袍流落民間幾十年，破損嚴重，是我花了整整3個月，翻遍古籍，一針一線將它復原。為了找回失傳的沈氏針法，我熬紅了眼睛，磨破了手指。年輕人肯下功夫，難得。沈同志，當年在沪上，沈老先生對我們全家有救命大恩，我找了您多少年，您可算肯出山了。他是誰？周領導親自迎的，什麼來頭？你上來幹什麼？這裡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這件旗袍，諸位覺得是傳世大師之作嗎？方才隔着展架看了，金線滾邊確是老手藝，至於復原的部分，針腳確實粗了些。你懂什麼？那是我特意仿舊。哼，仿舊，好一個仿舊。那如果我說它是一件廢品，你胡說！這是我鑑定過的，是我復原的。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，憑什麼污蔑我？憑這個，看好了。你幹什麼？你賠我的旗袍！諸位請看，這件旗袍是沈家子弟15歲時的練手廢品，盤扣錯節，內襯取巧用的是一線穿，所以抽一根線就會散。這是件廢品，不堪大用。至於這個秋字，是當年長輩罰繡的，因為繡這件廢品的人閨名裡有個秋字。我來給大家介紹，這位就是名震沪上的紡織世家，沈家唯一的傳人沈晚秋同志。林翠萍，你涉嫌偽造工藝成果騙取榮譽，性質極其惡劣。建業哥，救我！救我啊！沈同志，省里正要筹建高端紡織工藝廠，非您牽頭不可。可以，不過我有一個條件，廠子建在我住的那個鎮上，我要讓所有人看看，被人叫了18年笨蛋的女人，能幹成什麼樣。沈家傳人，真人不露相啊！那個姓林的可完了，當場就被帶走了。晚秋，我錯了。
我不是人，我豬油蒙了心，我有眼无珠，把金凤凰当成了土雞。晚秋，咱们18年的夫妻呀，看在长安和小满的份上，你原谅我这一回，咱們復婚。我給你當牛做馬，我給你看大門，我給你餵鵝。那個姓林的，是他勾引我，都是他的錯，我心裡從來只有你一個呀。人家發達了，他倒想起18年夫妻了。剛才他相好的被帶走，他怎麼不喊夫妻情分呢？晚秋，你看，離婚協議我帶着呢，當場撕了，咱們就當沒離過。你現在是省裡掛號的大人物，身邊不能沒一個知冷知熱的男人啊！求你了，拉我一把。我現在背着8000塊的債，住看門棚，頓頓吃鹹菜啊！大姐，別理他，這種人不能要。就是他這是看你發達了，回來佔便宜的。蘇建業，你知道你最讓我惡心的是什麼嗎？我知道，我改，我什麼都改。不，是你到今天還覺得自己有資格跪在我面前談條件。你以為你磕幾個頭，掉幾滴淚，18年的賬就能翻篇兒？你把我當什麼？當年那個任你擺布的笨蛋嗎？長安，哎媽，蘇長安，我是你爹，你敢動我？你個不孝的東西！我爹在我媽被人叫笨蛋時，叫得最大聲，叫到最長。我爹拿我媽的嫁妝圖兒，反手就把我媽甩了。我爹半夜翻牆，偷我媽的圖紙。我爹剛才還在台底下盼着他相好的升官，回來收拾我們全家。這樣的爹，我們家不要了。呸！蘇長安，你也配！再讓我看見你出現在我媽面前，下回就不是這麼客氣了。請出去！我不是別人，我是沈晚秋的前夫，我是蘇副廠長。什麼廠長？廠裡看大門的都比你體面。走了，周領導還等着咱們談建廠的事兒呢。媽，林翠萍進去了，林廠長能善罷甘休。我聽說他在省裡也有幾個熟人，今天下午就有人看見他坐車往省城趕了。省裡下達文件，鑑於原鎮服裝廠出現重大生產事故與管理問題，即日起由工作組進駐徹查。這麼快？周領導辦事一向快，林廠長這些年手腳乾不乾淨，他自己心裡清楚。他現在往省城跑，不是來救女兒的，是來自投羅網的。媽，那咱們幹什麼？秋後算賬。我閨女才28，她一進去這輩子就毀了。你把人放了。林廠長，你走錯門了。抓你閨女的是執法人員，判她的是法院。你衝我嚷什麼？2000塊，你去跟組委會說市場誤會，是沈家自願把旗袍送給翠蓬研究的。你只要改口，錢是你的，以後省裡的路子我給你鋪。呸！誰稀罕你的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在省裡經營20年，信不信我能讓你這廠一天都開不起來？我還能讓人寫材料告你破壞集體企業。寫材料？巧了，我們家也剛寄了一份材料。林廠長，猜看，提示一下，寄給省紀委的。那份材料是我親手打包的。蘇建業被撤職那天，為了立功減債，把林廠長吃回扣、倒賣布料指標、虛報損耗的事寫了整整8頁紙。我媽讓我�囤抄了3份，1份寄省紀委，1份寄縣委。談了咱們廠20年，暴利。第一，進我的廠憑手藝不憑關係。第二，女工和男工同工同酬。第三，在我廠裡誰敢欺負老實人，我第一個不答應。晚秋，婶子以前也背後說過你憨，婶子給你賠不是。婶子，你那不叫說我，那叫幫我。裝了半輩子笨蛋，總得有人信才裝得像啊。張主任，當年的事我記着，
但我也記着你偷偷把我的工具包保管了半年。進來吧，凭手藝考。蘇小滿，省状元，京城重展大学录取通知書。而苏建业背着8000块债，镇上没人雇他，去投奔蘇老栓被放狗咬，現在靠撿破爛過活，白天翻垃圾堆，晚上睡橋洞。妈，厂里保衛科最近報上來個事兒，有人半夜在三分廠牆外轉悠，一連3天了。更父說，那背影看着像蘇建業。知道了，讓保衛科把廠裡新裝的那套防盜網通上電，再貼上警示寶，寫大字掛紅燈。醜話說在明面上，是人是鬼，看得懂字就都攔得住。要是看得懂，還非要翻呢？那就怪不得別人了。讓他這3天轉悠的事兒去執法所備個案，咱們做事1是1，2是2，先禮後兵，白紙黑字留了底，往後出什麼事兒，理都在咱們這邊。我媽從來不是不記仇，她是把每一步都走在理上，讓做錯事的人自己撞上來。沈晚秋，你們風光，我讓你們的廠一把火燒個精光，我得不到的你們也別想要。嚇唬鬼呢？這牆我刨過一回，熟門熟路。抓人！有人翻牆！好家伙，帶着汽油來的，這是要燒廠啊！800多工人的飯碗，他說燒就燒，快，通知執法所。800工人的廠子一把火燒了，誰逼你的？晚秋，救我！看在小滿和長安的份上，救我一回！沈探長，我們全廠800人聯名遞了材料，這種人1天都不能放出來。沈廠長，請問您從一個農村婦女走到今天，最想說的是什麼？我不是從農村婦女走到今天的，我一直是我，變的不是我，是大家肯不肯睜開眼看一看女人到底能幹什麼。這位是省狀元蘇小滿同學吧？聽說當年有人叫了你母親18年的笨蛋美人。是啊，叫了18年。叫他笨蛋的人，現在有的在撿破爛，有的在服刑。被叫笨蛋的人站在這兒剪彩。所以我想告訴所有女孩子，女人裝傻是為了生存，但這不代表她心裡沒有主意。你可以暫時低頭，慢慢積蓄力量，但你要永遠記住自己是誰，永遠給自己留一條路。等風來的那天，就是站起來的那天。